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我们每天都陪伴您。老伴和子女未必是依靠，80岁老人的感悟警醒了许多人。生命似乎总是充满遗憾的，当我们满头都是白发的时候，内心的那份心疼和不舍瞬间涌上心头。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也许很多人最想做的一件事，不是多去爱几个人，也不是拼命的赚钱，而是想要对过去的自己好一点。我们总害怕孤独，希望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需要的安全感和依靠。尤其是身为女人，越是脆弱的时候，就越需要被安慰。以为有了婚姻和孩子，往后的人生就有指望了。可等真正老了的那一天，经历了世事沧桑，你才会明白，老伴和子女未必是依靠，这个人才是，那就是你自己。在过往的岁月里，你从不曾忽视过谁，唯独忘记了自身内心的需求，几乎没有主动关心过自己，也没有认真的为自己活过。周奶奶今年已经80岁了，自从老伴去世之后，她就开始学会独立生活。年轻的时候，她总是把目光都放在别人身上，认为只要有老伴和孩子，晚年就不需要自己操心了。可后来经历了所有的事情，周奶奶才真正领悟，人这一辈子能够依靠的还是自己的勇敢与独立。当你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接纳自身的缺点，并给予自己许多的爱，这一生才能体会到快乐和满足。唯有如此，才不算白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周奶奶老了之后，悟出了3个道理，这些是她最宝贵的财富，也警醒了许多人。老伴再好，对方也不可能永远陪着你。好的婚姻可以给女人带来爱和幸福感，因为有伴侣的呵护，你就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周奶奶的老伴确实是很好的男人，在一起的这些年，他都很少受过委屈。可是在周奶奶62岁那年，老伴就先走了。即便他再不舍得，也无法改变现实的残酷。往后的生活，周奶奶只能学会照顾好自己。她的身体并不好，以前头疼脑热都有老伴照顾着，如今只能靠自己。好几次她已经难受得下不了床了，但身边却没有人可以伺候她。周奶奶曾经也想过再找个搭伙的老伴，但是相亲多次之后，她才发现人性太复杂了，能够真心相待的并不多。与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不如学会独立生活。悟透了这一点后，周奶奶就不再逃避了，而是努力改变自己的日常作息。她也开始学习该如何使用手机，平时会督促自己锻炼身体。周奶奶也在心里不断说服自己，要适应孤独的感觉。独处的时候，如果依旧能够保持快乐，那么人生就赢了。老伴再好，对方也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想要晚年有所依靠，从现在开始培养一些爱好吧。当你的内心变得丰盈和喜乐，就不会惧怕谁离开了。子女终将会有自己的生活，再有孝心，也很难被你依托。上了年纪之后的老人，身体总是会出问题的，但对于周奶奶来说，她最难受的是面对孤独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给儿子打电话。可是子女终将会长大，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与压力，不可能每天都围着你转。有一个阶段，周奶奶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就总感觉身体难受，老是让儿子请假回去陪她。因此还害得儿子被公司辞退了。当时儿子刚结婚不久，经济压力特别大，每个月需要还不少房贷。失去工作后，儿媳也很焦虑，最终还差点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看到儿子一脸忧愁的样子，周奶奶才明白自己不该把所有的寄托
都放在儿子身上了。因为年轻人同样很累，他们就算再有孝心，也无法承托你们的余生。真正有智慧的老人不会带着养儿防老的思想，而是不管到了怎样的年纪，都始终会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生活能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会坚持去做，只是适度依赖子女，这样的生活状态反而可以让彼此感到更喜乐和舒心。只有学会善待自己，此生才有意义。老伴和子女虽然和自己有着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可是生命是无常的，我们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未来，所以趁年轻的时候就记得多爱自己一些吧。只有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此生才是有意义的。周奶奶唯一的遗憾就是以前她的世界里有太多的时间都看不到自己的需要。她有很多的爱好和理想，都没有努力去追求过，并不是不喜欢，而是觉得身为女人就该先把家庭照顾好，所以一直在放弃。等老了的时候，她真的很想回去拥抱一下曾经的自己，多么的想要给她一份爱。从现在起，不要再花时间去迎合别人了，开始学会取悦自己吧。多为自己存点钱，想去旅游的时候就去，想要买衣服的时候就买。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就算老了也可以把退休后才发现，女人这辈子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聪明的都这样做。杨绛先生说过，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这个世界终其一生都是你一个人。女人结婚以后就没有家了，在娘家是客人，在婆家是外人，只能一个人扛下所有，原来自己才是自己的家。孩子迟早会长大，繁华落尽，爱情消失，生活归于柴米油盐的平淡，老公只是住同一个屋檐下共同养育孩子的合作者而已，原来你还是一个人生活。这段话道出了多少女性的心声和无奈。在生活里，女人有太多的牵绊，也有太多的使命。然而，女人到了退休后才发现，子女长大成人飞走了，身边的老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终其一生，我们女人最好的依靠，既不是老伴，也不是子女，而是我们自己。聪明的女人都早早的这样做了，做好以下这几点，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依靠。有份稳定的工作，经济独立。都说女人长得漂亮不如嫁得好，认为只要女人嫁个好人家，有个好老公就能幸福一生。然而现实总是打脸，过着过着，老了才发现，女人想要过得舒心，还是要有份稳定的工作，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才能活得独立。老话说，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老伴还隔着一双手。女人若一辈子手心向上跟老伴要生活费，不仅卑微，还没有话语权，生活被别人操控。有了稳定的工作，男人挣钱和你挣钱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家的，不做手心向上的人，不看谁的脸色，也不必听别人说我养你，你就得听话。不论什么年龄，要学会存钱。生活里经常听男人说自己存私房钱，女人很少有人说自己有私房钱。其实女人不论多大年纪，都要学会存钱，自己兜里有钱，才有底气和尊严。女人可以通过做副业挣自己的私房钱，这笔钱不必告诉老公和子女，自己娘家或者是自己看上喜欢的东西，自己花钱买，谁也说不着。兜里有积蓄，内心才不慌，即使离开了谁，也有能力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不要过分依赖老伴，学会独立生活。女人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身边的老伴身上，过分依赖老伴，若出现什么意外，你会让自己陷入很深的痛苦中。
尤其是退休以后的女人，不要把自己的生活都依靠给老伴，需要学会自己处理一些事情，被保护得很好。若出现了变故，自己将一无所有。人到中年的婚姻，大多数都是依靠多年积攒的恩情和良心维持。在我们更年期时，更是考验男人对女人的耐心。大多数男人还是好的，能够体谅女人，但也有很多男人表现出极其不耐烦的情绪，甚至做出让女人伤心的事情。若女人太过度依赖老伴，此时最受伤害的是女人，不仅有身体的伤痛，更多的是来自男人的伤害。所以说，女人这辈子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若老伴心疼，那是锦上添花；若老伴不管我们，也能自我救赎，能够独立地活好自己。不要指望养儿防老，要有养老靠自己的意识。退休后，不要再对子女全身心的付出，指望着未来的晚年享受养儿防老，真的有点痴人做梦。放眼看看现实生活里的子女，能够主动把父母送去养老院，再经常去看望的，就算是孝顺的了。女人若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子女身上，大概率是会失望的。养老最终依靠的还是自己健康的身体、足够的养老金以及独立的住房。子女需要女人帮忙的时候多，帮完了就及时退出子女的生活，不要跟子女居住在一起，只会让自己难受，让孩子嫌弃。不要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也不要在意子女对你的孝心，有是我们的福气，没有也是命。管好自己的身体，修炼自己的心境。人生最大的资本是我们健康的身体。女人要记住，老伴是1丈之内的合伙人，子女是别人的老公和妻子，我们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淡泊的心境。只要我们身体健康，行动自由，就能够真正享受到生活的美好。哪怕我们的退休工资不多，存款也没几位数，但只要能够自理，就能够活得很好。人老了，最大的底气就是我活得很健康，我能够自理的生活，不拖累子女，也不麻烦老伴，健康自由，心态平和，就能安度晚年。学会独处和爱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依靠。女人这辈子谁都爱了，唯独总是忘记多爱自己一点。年轻时把所有的爱和精力给了孩子和老伴，那么退休了，也老了，就要学会为自己而活。学会享受独处时光，不必追随子女的脚步，牵挂他们的生活，也不要过多的去管身边的老伴。放养的活法反而会让你们更开心。没事给自己寻找些兴趣爱好，实现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让自己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世界那么大，走出去看看，想开点，对自己好点，别总给想着省钱。女人这辈子既是慈爱的母亲，又是贤良的妻子，唯独不是自己。前半生我们已经付出了所有，后半生我们就要学会多爱自己一点。女人这辈子谁也指望不上，依赖老伴会有分道扬镳的一天，依赖子女到头来自己是多余的人。一辈子不容易，聪明的女人早早地学会了独立，只要有份稳定的工作，有存钱的习惯，还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学会了独处，享受独立的美好，做个不依赖老伴和子女的女人。余生学会多爱自己一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让自己拥有快乐的能力，拥有独立自由的本事，哄自己开心。退休后要保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不要太依赖别人。有段圣训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退休后不要依靠别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且要尽力做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把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使自己变得更坚强的事情上。前段时间，同事问如何在网上交物业费，
他家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老伴在做，去年他老伴突发疾病走了，似乎他一下子就找不依靠了。通过视频教了他半天，可最终他也不敢操作，还是我帮他交了物业费。他感慨，我们这个岁数真的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太依靠别人，到最后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退休后要学会主动去学习新鲜事物，对于如今的网络知识也要紧跟步伐，否则去医院挂号，自己要看检查结果，都要来回楼上楼下的跑，不累也会让自己感慨医院太大了，经常走错方向。如果这些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忙操作，自己也会感觉很无奈。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实践，就会掌握好这些知识。对于子女来说，我们会用小程序挂号、看病、购物，对于他们来说也放心也安心，对于我们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自己通过学习会看到外面的世界更好、更美，也能够让生活越过越舒心。退休后学会主动去锻炼身体，对于身体一些病症的了解，就会知道有些小毛病只是身体机能下降了，而不是病，只是自己老了而已。尤其是女性的更年期，有些人总是用别人说的对照自己，本来可以平安度过的，却总是疑似自己身体的各种疾病，不断的去医院检查，结果只是老了，其他一切正常。退休后，咱们就要学会多看书、多运动，让自己整个人处于活到老学到老的状态，积极给自己培养兴趣爱好，让自己的这份兴趣爱好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坚持太阳出来后去室外做运动，按时定量的吃好3餐，清淡些，多吃点对于老人好消化的蔬菜，好好睡觉，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减少烟酒。当我们让身体健康持续的越久，才会跟子女相处得更好，才能享受到余生晚年的幸福时光，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做一个独立的新时代老人。退休后，我们发现不是子女依赖咱们的多，而是咱们退休老人的内心对子女依赖更为强烈。有些退休无事可做的老人，总是不分时间的给子女打电话、发微信，若子女不能及时的回复自己，就会胡思乱想，还会自己吓唬自己，最终还让子女嫌弃厌烦。退休后各过各的日子，有事情了相互帮扶一下，尽量做到自理自立，不给子女添加额外的负担和麻烦，毕竟现如今的年轻人也过得压力不小。前几天在广场上听见老人给儿子打电话，想让儿子给自己挂号，陪自己去医院拿药。因为是外放的声音，就听到电话那头他儿子的声音，都叫了你800遍了，你咋就学不会呢？明天我还要开会有事的，不着急，等我有空了吧。老人啥也没说，默默地挂了电话，嘴里还嘟囔着老了不中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也许咱们1次学不会，2次学不会，慢慢的学，用本子一步一步的记下来，再慢慢的去做，会有学会的时候。等很多事情咱们不依赖谁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比以前更轻松，日子过得更惬意，与子女的关系相处得更好。退休后要学会独立，不要用养儿防老的思想禁锢了自己。其实独立不仅仅指的是年轻人，咱们退休后的老人也是一样的，不要过于去依靠谁。俗话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唯有靠自己才是最牢靠的。退休后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依靠身边的老伴，也不要把自己的老年依靠在子女身上。咱们老人自己要学会独立，不仅仅是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思想独立。有了这些，才会在余生里自立自强地过好晚年的日子。身边有些老人总爱装个病，撒个谎，说自己的身体不好，
期盼子女回家看望自己。殊不知，子女一次两次可以原谅你，时间久了，若你真的病了，子女也就麻木了。生活里往往是期望越多，失望越大，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更是懂得这个道理，不如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来得自在实用又舒心。人老了，在生活上和精神需求上都要保持独立自主，不依赖子女，才会让自己过得舒心和自由一点。65岁的李阿姨和老伴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8000多。李阿姨学着用手机银行里的理财和定投基金，让他们的存款数额越来越多。不仅在儿子换房子的时候帮扶了一把，还在老伴生病时能够及时拿出住院费的押金，这让李阿姨的儿子儿媳对他们老两口刮目相看，经常夸奖李阿姨老两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最初的时候，李阿姨也曾想过把自己的退休金卡交给儿媳，帮他们还房贷，可经过李阿姨老伴的劝说，她放弃了这个念头。谁有钱都不如自己的兜里有的好，交出去容易，要回来就伤感情了。看看身边没钱的老人，被子女嫌弃的小心翼翼的模样，真是老来难。所以咱们退休后不想变成被子女嫌弃的老人，就要好好的握紧自己的钱，让子女惦记着孝顺自己，这样更有利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相处。朱自清有句话说得好，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退休后，我们通过不懈学习充实，让我们的老年就像佳酿，愈老愈纯，愈和蔼快乐。人老了要坚持终身学习，要让学习成为老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身体和生活保障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要过分依赖子女，少给子女添麻烦，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会上打拼，以提高其生活质量，改善其生活福祉，保障子女家庭和睦，生活积极向上的同时，我们老人也能享受到学习带给自己的快乐和满足。愿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充满阳光，思想永远活跃。一个人只要有所追求，他就没有老。可一旦后悔替代了梦想的时候，那时的我们才真正老了。坚持做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老人，自在安。59岁的单身阿姨，偶尔会孤独，但活得轻松快乐，还需要找伴吗？59岁单身秦阿姨的女儿结婚了，现在她一个人居住在一套3居室的房子里，每天早晨会去广场晨练，上午去老年大学学习古诗词，午睡后会静静地坐在阳台品茶看书，晚上偶尔会跟好姐妹相约相聚，日子过得舒心惬意。身边很多人想给秦阿姨介绍老伴，也有主动找秦阿姨说一起搭伙过日子的，可秦阿姨都一一的婉言拒绝了。秦阿姨说，虽然我单身了那么多年，可我还是感觉一个人的日子很舒心，不必为婆家的琐碎杂事操劳，也不会为男人在外喝酒不归担心受怕，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别人问秦阿姨，一个人的生活不寂寞孤独吗？秦阿姨却说，偶尔会孤独，但我自己活得却轻松快乐，不需要再找老伴了。下面我们来听听秦阿姨是如何看待单身老人在找老伴这件事的。倾诉人，59岁的秦阿姨。我今年59岁了，退休4年，去年我的独生女儿结婚了，我的人生任务完成，往后余生都是好日子了。在20年前，我与前夫离婚后，很多人也给我介绍对象，也有主动追求的男士，那时的我不为这些心动。也许是因为第一段婚姻伤害太深，也许是因为对婚姻家庭彻底绝望，我不想再找了，只想好好的生活，把女儿抚养长大。现在女儿大学毕业，有不错的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我的人生任务算是完成了，往后余生我要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女儿结婚后跟我说，如果遇到合心意的，还是再找个伴的好。我告诉女儿，我现在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非常好。平时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偶尔会跟好姐妹一起出去转转，也会在一起相聚闲聊，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寂寞孤独，反而更加充实饱满。看多了身边再婚家庭里的各种复杂事情，听多了再婚后的女人的无助和无奈，不如一个人安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有房有退休金，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不需要用婚姻家庭来让自己驱除寂寞孤独。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生活自主，日子过得清闲安逸。对于生活里经济独立的女人来说，婚姻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必需品。有是一份福气，没有也不是什么遗憾。一个女人的生活能力的强大来自她内心的坚韧，只有女人经济独立，不依附于男人生活的时候，才能够有底气选择离婚。生活对于独立自主的女人来说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她们会做饭，收拾屋子，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好好的，把剩余的时间用在提升自己上。慢慢的，她们会发现没有男人的生活一样精彩漂亮。我跟前夫生活了10年，从最初的羞涩女孩演变成刀枪不入的女汉子，是拜前夫所赐，是他的不作为和不负责，让我在生活里不断地磨练自己。女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会面对男人的背叛孤苦无助。我已经熬过了生活里最苦的那段岁月，还怕更苦吗？女儿已经成家，往后余生都是甜的日子，真的没有必要让自己再次进入婚姻家庭，找个男人来伺候她，那是自找苦吃。现如今的社会，老年人在找老伴，大多数都是搭伙过日子，真心真诚相待的很少。即使搭伙相伴，也会让对方的子女对自己警惕，似乎搭伙过日子的女人都是为了男人的钱财，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一个人日子不好吗？身边一个姐姐，自己有3套房，退休金5000多，跟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男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本来没在一起的时候，男人还比较勤快，出钱出力的表现自己。可在一起还没有3个月，男人的子女就来警告这个姐姐，别想拿走他家1分钱的东西。而此时的男人以子女把自己的退休金拿走为理由，不再拿钱一起生活，也不主动做家务，把这个姐姐当成了带薪免费的保姆，呼来唤去。其实老年人在一起相伴过日子没错，可一旦牵扯到彼此的子女进来，那么老人的日子就会过不好。尤其是有些财产的老人，子女都怕自家的财产落到外人手里，千方百计地阻止老人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不想再找老伴，是因为不想牵扯到子女，更不要被说成是因为看上人家的财产，到时候不仅没有了真心，还要被扫地出门，何苦呢？我与女儿的感情联系比较好，不需要再找老伴来填补感情空虚。如今女儿结婚了，过几年再有了孩子，如果需要我一定会去帮忙带娃的。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老了以后无聊、空虚、寂寞，最主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爱好。一个女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种快乐的生活。当你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里时，你就会感觉生活的不一样，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哪些不必要的事情。我没有退休前就给自己找好了事情做，每天看看书，写写字，在网络里给别人写文案。最初的时候只当成一种爱好，现在退休了，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项事业来做。
其次就是我跟太极养生馆里学练太极拳，不仅仅让自己的身体得到锻炼，更多的是让自己内心安宁平和了许多。以前自己还会觉得生活对我很不公平，现在我觉得生活的美好在于一个人内心的投射。如果自己感觉快乐幸福了，那么你一定是活得开心快乐的。如果夫妻之间是从年轻携手一起走到暮年，那么女人会心甘情愿地照顾伺候这个男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岁月的磨砺，趟过了光阴的洗礼，已经在内心里深深感受到了彼此的恩情。到了老年，女人很难愿意去照顾一个走向风烛残年的男人，除非彼此之间原来就有感情，否则就是因为生活所迫，没有人会没有缘故的去照顾没有感情的男人。女人只要自己经济独立，有房有钱，就会活得很好。前段时间热搜里的5姐妹抱团买房养老，给很多单身老年人启示，没有男人的老年也可以如此潇洒。一个有能力的女人不会用婚姻来捆绑自己的老年生活，婚姻对于这样的女人，人到晚年，尤其是过了70岁后，最怕什么？3位老人道出了心里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到了晚年之后，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尤其是过了70岁之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稀之年，若生活还能够丰富多彩，实无其忧，儿孙绕膝，颐养天年，那便是最理想的晚年生活了。可人到了这个岁数，已经为自己、为儿女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龄，他们最怕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3位老人的说法。73岁的周大爷最怕老伴比我走得早，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周大爷今年73岁，老伴今年75岁，比他大2岁。周大爷的老伴不喜欢运动，经常一个人在家里摸索事情做，可周大爷总希望老伴能多跟他出去散散步，跳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但老伴总是不愿意，周大爷也只好随他。按照周大爷的话说，老伴高兴就好。前不久，周大爷的邻居李老头的老伴走了，看着李老头食不下咽，整天唉声叹气，凄苦的样子，周大爷真怕他出什么事情。李老头经常跟周大爷说，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好好陪伴老伴，以前活着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人走了，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孤独寂寞，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看着空空的房子里只有孤零零的自己，那种滋味太难受了。真是老了，谁先走谁有福啊。虽说夫妻俩走到最后总会剩下一个人，但周大爷还是希望能比老伴先走，因为走得早就不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了。现在周大爷每天锻炼完身体，都会早早的回家陪老伴一起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他说，越来越发现老伴重要性了，即便是被他骂，心里也暖暖的。人老了，才知道有一个人陪是多么的可贵，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老了以后，老两口还彼此闹脾气、吵架，要懂得多体谅对方，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互相携手走完剩下的余生。76岁的王大妈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拖累儿子一家。王大妈今年76岁，是我们小区的环卫工人，之所以那么大岁数还出来工作，就是希望能多赚点钱，给儿子补贴家用。他儿子儿媳都有工资，2个人加起来还不到5000块钱，既要生活，还要养育2个孙子，以及房贷、车贷，生活压力非常大。王大妈说，老伴走了20几年了，说不孤独寂寞是假的，有时候也想找个老伴共度晚年，可那个时候要帮儿子带孙子，儿媳妇不愿意，说如果我不帮他带孙子，等我老了不给我养老。没有办法，只能一边带孙子，
一边帮人打扫卫生，多挣点钱补贴儿子。这么多年下来，王大妈一直一个人苦熬着，她希望儿子能够过得好，可儿子一家的收入跟不上2个孙子的开支，只能继续辛苦赚钱。她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突然病倒，花钱不说，还拖累儿子一家。如果真要是走了还好，万一生活不能自理，半死不活，还需要儿子伺候，那就真的生不如死了。83岁的刘奶奶，我最怕孤独寂寞，怕自己一场大病后连累儿女。刘奶奶今年83岁，老伴走得早，留下她一个人独自生活。虽然儿女们对她很孝顺，可刘奶奶还是觉得很孤独寂寞，尤其是到了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空荡荡的房间里，感受不到一点人气。这2年，刘奶奶感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大不如从前，偶尔出去活动活动，都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说，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但我就怕自己一场大病后走不了，生活还不能自理不说，还连累儿女们伺候自己，那就太遭罪了。刘奶奶希望自己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能走得安静不连累人，不让儿女们伺候自己。她说，到了我这个岁数，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也能坦然面对，孤独寂寞也好，生老病死也罢，只要不连累儿女们就行。中国的老人是最善良的，他们为儿女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想的最多的还是儿女。他们宁愿自己遭罪受苦，也不愿意连累儿女，给儿女添麻烦，增加负担。尤其是独身老人，他们宁愿独自承受孤独寂寞的苦，也不想儿女们为他们费心费力。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逃脱，唯有活好当下，过好每一天，才是最好的晚年生活。人到晚年，尤其是过了70岁之后，最怕的就是突如其来的大病，让自己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那样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儿女。中国父母的善，在这一点上别体现得淋漓尽致。愿天下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快乐地度。老人丧偶之后，热衷于请保姆，多半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很多家庭请保姆，是为了照顾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其实，很多人自己行走如风，完全能够生活自理，仍旧会找保姆。尤其是丧偶之后的老人，难以适应独居的生活，请保姆就变成了内心的渴望。真实的原因大概是以下几种：人生害怕孤独，需要烟火气。很多年轻人在鼓吹独来独往就是强大之类的道理，认为独处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不要由别人控制时间。把孤独当成享受的人也不少。有一位主持人说，黑夜让人真实，孤独令人思念，真实的思念叫人感动，感动的时候，我知道我在黑夜里并不孤独。当身边的老伴弄丢了，在外头和邻居、朋友说说笑笑，回到家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做饭，四面都是墙壁，显得特别冷清。尤其是夜里，只能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或者不断刷手机视频，驱赶孤独。最近几年，一人户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很大一部分一人户就是丧偶的老人。一个人的余生如何度过？总不能坐等老去，谁都希望有一点点烟火气，不虚度。居住在我家楼上的何大爷，老伴过世2年后，找了几个保姆都不太合适。后来找了带孙子一起外出打工的张奶奶，何大爷就非常满意了。张奶奶的儿子意外过世，儿媳改嫁了，她带着孙子到城里读书，找一份保姆的活，可以增加收入，还能解决租房的问题。
自从张奶奶入住何大爷家之后，欢声笑语就多了起来。何大爷经常帮张奶奶去接送孙子，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多年之前。电视剧《北辙南辕》里的白慧静失去老伴后，加入了歌唱团。唱歌的时候很开心，但是离开歌唱团，回到家就很不是滋味。后来她结交了同样孤独的吕医生，两个人一起包饺子、做饭，日子就大不一样了。任何一段时光都需要烟火气，过于冷清的日子，虽然有钱有美食，但仍旧像煎熬一样。这样的感觉谁都害怕。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狮子和老虎，独处是暂时的，热闹才是永恒的。借着请保姆的名义，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丧偶的老人到底是找一段黄昏恋，还是找人搭伙过日子？选择婚姻的老人难免会受到很多的阻力，还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束缚。儿女担心家庭的财产被后妈、后爹占有，因此会站出来反对父母的再婚行动。尤其是有多处房产、存款的家庭，一些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亲戚朋友对老人再婚非常反感，认为是伤风败俗。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老人带着恋人，显得不伦不类。退而求其次，老人选择搭伙过日子，财产上没有牵扯，日常生活开支也可以协商解决，如果不合适，随时可以分手。有一部分老人找保姆，根本就是搭伙过日子。我认识的刘叔从县里的木材厂退休，虽然退休金不多，但是家里有2套房子出租，收入很可观。刘叔找了一个农村女人，每个月给3000元工资。每天一大早，刘叔和女人一起去散步、买菜，夜里一起跳广场舞。有人调侃刘叔，这是找了一个老伴啊。刘叔和女人听了，笑了笑，显然是默认了。从女人的角度来分析，她宁愿一直以保姆的身份存在，是有道理的。她做保姆，可以大大方方的拿工资，也不会被刘叔的儿女讨嫌。对于没有退休金的她来说，这笔钱存起来，以后也有保障。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社会上，个人有个人的苦，有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情感，换位思考一番就能理解了。身边有人关照，儿女少操心，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到晚年，不管生活有多难，心疼儿女是不可避免的。老人不能帮儿女做什么，但是可以让儿女外出更加放心，不让自己变成累赘。看过半岛晨报上的一条消息，失去老伴的江淑梅独自住在高新区陵水街道，儿子在南方做生意，女儿在瓦房店开店，另外有孩子要照顾。在过生日的那天，她告诉儿女自己一切都好，但是内心却在煎熬，渴望有人关照和陪伴。社区工作人员知道情况后，提着蛋糕上门。江淑梅非常感动，一个劲地说感谢，但是她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她一辈子要强，不想给儿女带来任何负担。为了让儿女放心外出，老人假装坚强，主动接受社区服务，想办法请保姆，就不奇怪了。站在儿女的角度看，如果父母的身边有保姆，就意味着遇到急事有人处理，日常生活有人盯着，也体现了孝道。也许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儿女和父母彼此牵挂和担忧，为什么不住一起？一方面是2代人距离太近，矛盾不断；一方面是老人无法适应漂泊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考虑，请保姆是大家都欢喜的安排。看过几句顺口溜，锅碗瓢勺交响曲，老来上阵在当年，炒菜蒸饭夕照间，真情不断暖余生。
不管怎样，对于父母的言行举止，儿女要多理解；对于保姆的生活，更要理解。保姆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是守护老人的一道屏障。如果你家有独居的老人，记得多问候，不请保姆，不去打扰儿女，而是找个年轻老伴一起养老。很多人都为自己的晚年生活烦恼过，不知道自己的晚年到底该怎么过才是正确的。有些老人希望晚年儿女能陪在身边，虽然这个愿望很简单，但是想要实现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其他城市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根本不可能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没办法跟儿女一起养老的老人，有些就会选择请保姆养老。请保姆虽然能够得到周全的照顾，但是保姆的工资也不低，很多老人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到底如何养老才能让老人过上幸福的晚年呢？73岁的苏大爷坦言道，我不请保姆，也不去打扰儿女，而是找个年轻老伴一起养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大爷的故事吧。自述人：苏大爷。我今年73岁，退休有13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每个月的退休金有4000块钱。小时候我们家的日子很苦，但是我的父母也没让我受过委屈，把家里最好的都给了我，而且还供我上学，不然我也不可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退休后还能有退休金。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母，如果不是我的父母，那就没有现在的我。我跟我老伴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他的条件也挺好的，在一所小学做语文老师，也算是收入稳定。我父母也很喜欢我老伴，我们俩认识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领证结婚了。虽然有点匆忙，但我们俩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都是真心实意想跟对方过日子的。这些年我们俩的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我们生有1儿1女，2个孩子学习成绩好，都考上过大学，出了大学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关键是对我们老两口也很孝顺，即便工作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回来看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是真的很不错了。我跟老伴也理解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退休后也没有去打扰他们的生活，而是留在家里过着我们的小日子。我们的晚年生活也过得挺悠闲的，2人互相陪伴，把生活也安排得很充实。可是这样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并没能永远走下去。4年前我老伴就因为生病离开了我。以前老伴的身体一直很好，比我的要好得多，平时也很少生病。我真的没有想过老伴会走得这么早，心里真的有点不能接受。老伴走了后，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去儿女家住，他们2人都挺欢迎我的，不过我想来想去还是不应该去打扰儿女。虽然他们当时是很欢迎我，但是住的时间久了肯定会有点不耐烦，而且我也担心儿媳和女婿会有意见，到时候会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所以我这个糟老头子就不想去打扰他们了。因为我不去儿女家生活，所以他们每人每月给我1000块钱的生活费，我想了想还是接受了。毕竟就是儿女们的一点心意，我不拿他们也过得不舒坦。而且我有了更多的钱，晚年也会过得更加舒心。后来我见很多朋友都请保姆照顾生活，所以我也有了请保姆的想法。我去了解了一番，发现请保姆还是得不少钱，最少3000起步，多的上万都有。我的钱不多，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我决定花3500块钱请一个保姆照顾我的生活。我请的保姆并不住家，每天帮我做卫生和1日3餐，晚上给我做完晚饭之后，我就下班回家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是后来发现我家的那个保姆很没有职业道德，经常偷拿我家的东西，这让我实在没办法接受，所以就把保姆给辞退了。辞退以后，我又重新找了个保姆，这个保姆一开始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可是时间长了之后也出现了不少毛病，这让我对保姆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最后我也把第二个保姆给辞退了，甚至也没有了请保姆养老的想法，感觉请保姆养老真的挺不靠谱的。我的朋友建议我给自己找个老伴，这样我们能够相互扶持，互相照顾，生活也能够越过越好。我也觉得这可能是最符合我的养老方式，而且我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虽然找同龄人比较有共同话题，但我还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这样的话对方的身体肯定会比我的好一些，以后我生病了也能够照顾我，我的生活才会过得更加如意。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去相亲了。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老伴真的很不容易，相了很多次亲，可是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当时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差点就断了找老伴养老的念头。但就在那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叫小霞。小霞比我年轻15岁，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老公已经去世好几年了。那几年一直都是小霞带着一对儿女生活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时我就觉得小霞这个人很不错，对我也很好，结婚了肯定是个贤惠的好妻子。我真的挺满意的。当时小霞欠了5万块钱，我就帮她还了，小霞也特别感动，所以就嫁给了我。现在我们结婚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真的觉得跟小霞结婚是我做过最正确的事情。家里有了小霞之后，我的生活才能算得上是过日子。我们家大部分的家务活都是小霞做的，不过我也不好意思让她一个人忙。而且我也不觉得家务活就应该女人来做，男女都应该一起为家庭付出，所以我平时也会跟着一起分担。小霞是没有退休金的，所以家里的生活费我也不让她出，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除了出家里的生活费以外，我平时每个月都会给2000块钱的零花钱给小霞。小霞的儿女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出钱又出力的。可能正是因为我把小霞的儿女当成亲生儿女对待，所以小霞对我也越来越好了。我的儿女刚开始是有点不看好我们俩的，因为他们觉得小霞的年纪比我小那么多，以后肯定不会真心跟我过日子。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他们也觉得小霞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内心也接受了小霞，而且他们的关系还很不错。小霞很照顾我，每天都会拉着我一起出去锻炼身体，因为她说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一定要多锻炼身体，这样才能够提高身体素质，以后可能陪她更长的时间。以前我是很懒得运动的，但是听到小霞苦口婆心的劝我，我也愿意为了小霞去改变。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久一些，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更长远。我觉得晚年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儿女的生活，因为父母和子女关系再好，住久了也是会有矛盾发生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在一起生活。而且也不需要请保姆，找个年轻老伴一起生活才是最好的选择。有个年轻老伴在身边，也能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能得到陪伴，是一种很不错的养老方式。找个年轻的老伴固然好，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都会变得很现实。如果不是对方有足够的金钱，能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那他们肯定是不会愿意嫁的。说到底，晚年要想过得幸福，最重要的还是得有钱，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
不求回报。感恩您一路相伴，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走向更加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之路。